黄毛特意为大家准备的。这黄知府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，你说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这次是你暗中通知我们来的啊？许他让帅家墨进价格库，就不许我请几位神仙啊来助权的。哎，你说若这司捐税能够减免，你仁华县每年能省去3000多两银子，你老兄就真的不动心吗？苟得一时之利，却是要一患长久的。这100年前的旧事已经无从查证了。你要是让黄知府逮着机会打破我们8县的默契，那以后他不得天天折腾建安府啊？啊！相比之下，那3000多两银子，那不算什么。方兄，果然是颇重大局啊！无非就是清静无为，少点麻烦。少点麻烦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今天下午我们齐心协力，将帅家墨那小子的鬼话给他撅回去。帅家墨那套说法，看似有理，实则荒古。下午只需轻轻一拨，便可推翻。好，甚好。哎，这，刘总，莫要再睡了，太阳都下山了。哎呦，你们都来了啊！睁开眼吧，这儿没外人。哎呀，任老丈，今日若不是你反应机敏，这局面真是难以收拾了。就是啊，我们几个县共进退，谁要敢退却，老毛我捏碎他的怂蛋。咱们金安府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个神人来？哎，我不管。若那黄宁道非要打开我揽溪的价格库，大不了老子一把火烧了。若诸位还是纠结于这司捐税的细节，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。程仁清，你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这都是府县的政务，不是官司。你个壮士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速速退下！毛知县，且听听他怎么说。你的名声我是知道的，给多少钱银两，还多少钱公道。可先说好了，我们可没有银钱于你啊。我今天来是受人之托，给诸位带了一样东西。好些了，多谢知府。免礼，本府特意在城中给你寻得了名医，你现在可以放心安坐啊。今日我们继续商议人丁司捐之事，各位分别在县里边政务繁忙，我们尽快议完，尽快好回去啊。昨日帅家墨提告，要求金安8县打开所有的价格库，以便详查原档。各位意下如何？不可。毛知县啊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哎，他个平头百姓，价格库说开就开，这官府的颜面何在啊？再者说，如果人人都学他这个样子，那以后咱们这县衙还干不干别的了？别在这撒泼，毛知县。这已经不是一个平头百姓提告的事了，这是金安府要查清楚的事情。人丁司捐税欠着上县100多年，不打开价格库彻查原档，如何正本清源？如何进行调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5年前在南京后湖黄册库通报过这样一个案子，有父子2人擅入后湖，试图改写自己籍贯的黄册记录，结果被抓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判的是绞刑。
可见价格种地未可轻忽啊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们万城的价格库虽然不成规模，可也有专门的库丁把守，连我进去都要报备登记。方知县啊，你当初发现他擅入价格库，为何只打一顿板子便放了？莫非是不把国家策及安危当回事吗？毛知县，话可不敢这么讲。我当时哪里知道，他要在我们金安府掀起一场风雨啊！不过，我赶紧便下了严令，禁止他再次接近价格库。怎奈此人有手段呐！现在讨论的是人丁私捐税的事儿，不是在讨论如何给帅家墨定罪的事儿。王知府，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讲。帅家墨从一开始便包藏祸心，我们坐在这儿议论私捐税，那岂不是正中下怀吗？您总说正本清源，这个本我们必须得弄清楚。帅家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非要挑起这桩人丁私捐税的纷争？对嘛？咱们金安府本来好好的，他却突然跳出来搅风搅雨的，此事过于蹊跷。这事有反常，必为妖。帅家墨就是个机灵户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人丁私捐，本府可以给人划线捐免，但是对帅家墨有何好处啊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明明没有好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邓知县，你看看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他能有什么心思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背后必有人指使。诸位，今日谈论的是人丁私捐如何处理之事，不是去翻帅家墨的旧账跟人品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么起劲儿地张罗一件于己无利之事，那这背后必定有更大的文章啊！这些细节我们都不去弄明白，只是被他牵着鼻子去讨论人丁私捐税，那可谓是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呐！那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就是要让这帅家墨讲清楚，他掀起这人丁私捐税的真实用意。哼，他要讲不清楚，就该效仿南京后湖篡改黄册案，严办，以儆效尤。帅家墨，跟诸位说说，当初你去价格库干什么去了？是，我之前帮人丈量一处土地时，发现测得数字与榆林图册记载不符。我这个人发现数字不符就会头疼，于是我就去价格库查看。一开始是查榆林图册，后来关联到了税赋簿子，这之间的数字都是相关联的，一动则全变。后来我顺藤摸瓜，就发现了人丁私捐税的数字也有问题。啊，够了！王知府，您听听，这讲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？帅家墨，认真点儿。我是认真的。看来还要我们揭破真相啊！报上名来。在下揽溪县一个生员，叫程仁清。你怎么知道帅家墨到价格库干什么？天下之事无非8个字：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我以常理推之，人情夺之，正气变之，攻心为之。别啰嗦了，快点说吧。此事要追溯到20年之前，也就是嘉靖38年，仁华县发生了一件惨事。一户人家突遭走水，一对夫妻双双葬身火海，只剩下一个遗孤。这对夫妻，男的叫帅敦成，女的叫柳月娥。这位帅敦成正是金华县户房的一位书手，算学精熟，人人称道。程仁清，别扯无关的事情。哎，
宋同判，莫要急呀，听他把话讲完啊。嘉靖38年，建安府爆发了一桩弊案，数额巨大，触目惊心。此案惊动了巡抚、巡按，两院先后制下牌票，要求彻查。建安府查来查去，最后揪出了一只硕鼠，正是帅敦城。具体帅敦城如何犯案，又是如何被查出，今日且不详说。但东窗事发之后，恰好赶上了帅敦城和柳月娥家中走水，夫妻双双殒命。坊间传闻是夫妻俩未遂自杀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幸此事距今不过是20年，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。任主簿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小老当时正好就在仁华，成为惨事，可发一叹。任老丈，依您观之，帅敦城这个案子是否有可疑之处？时间久远，不好揣测。不过那案子所涉银钱数目，不应该是帅敦城一个人能吞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它是有疑点，只是可疑罢了。都是过去之事，与今日话题无关。不，任老前辈，请问您帅敦城的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？贪污案，帅敦城挪用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畏罪自焚而亡。此案虽然有疑点，却不足以翻案，但足可以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帅家墨竟然是帅敦城的儿子，没想到，这个倒是没想到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这人丁丝绢税的事儿跟他父子二人都有关系。嗨，一个7岁的男童，看着自己的父母惨死在眼前，你让他如何忘却？他年齿渐长，明白的事理越多，就越发的疑惑，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会自焚而亡？当年的贪污案是不是他们做下的？他对这件案子的好奇与日俱增，对建安府的愤恨就变得愈发浓烈。不过帅家墨想要报仇，既无族亲可以依靠，也没有资格去考取功名，更手无缚鸡之力。怎么办？我手里唯一可施的，便只有传承自父亲的算学，只有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，向整个建安府发起复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宋通判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郁气抖臂，情志不舒，喝点酸枣水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去准备。好。家墨怎么样啊？我看见我爹娘了啊！我看见我爹娘的身影，我爹还拿着一本书。家墨呀，程仁清为了赢他不择手段，他会找你薄弱的地方去攻击你，你不能往心里去啊。对，我还得去铲灭人丁丝绢。不，哎，你还操心这事儿呢？那个黄知府跟那几个知县，
在后堂商议着呢。我还没有说明丝绢水的来历，他们商议什么？现在商议的不是丝绢水了，是你。各位，这一门心思的想治败家墨的罪，难道这人丁丝绢税真的有什么猫腻吗？王知府，夏老想给知府看一样东西。行，各位坐吧。黄知府，哎呀，任主簿真是清廉如水呀！来人，给任主簿准备一双新靴子。是。王知府，小老这双靴子穿了多年，踏遍了万城的山山水水，不知补过多少次。不是故意卖惨，实在是囊中羞涩。万城你也知道，素称7山2水1分田，可百姓要缴的，除了夏秋2次的正税与军徭之外，上还有各色杂饭，一年到头不停。一户3口之家，春耕秋收，可能半两银子结余都不到，尚不够来年借贷去买种子。小老纵然想贪，蚊子腿上又怎么能割下肥肉来呢？苛政猛打，哀民生之多艰呀。所以万城知县之缺，没人愿意来补，只累了小老这双靴子，反复磨补了。人丁丝绢怎么回事儿？小老不敢置喙，但我可以告诉黄知府，倘若突然出现一笔税赋，接下来万城会发生什么？那些农民就会变卖自己的积蓄和家畜，勉强交上这一笔税，但是一贫如洗的他们，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，要么被迫让土地卖掉沦为佃户，要么逃荒逃亡，要么把小老和水里打杀，然后落草去做山贼。每一次加税，这样的事都会重复一次。无论丝绢税是真是假，小老为县里父老计，都绝不敢赞同。我兰溪县也是一样。若因为加税起了纷争，耽误了正税借送，朝廷要是怪罪下来，那下官也只有辞职挂官一条路。你们，黄知府，此税之早，甚至在小老出生之前，绵延已逾100年。纵有不公，也早已成定例。过去的事情一粗不一细，若是锱铢必较，一一追究，那别的税目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口子一开，争议无穷无尽。人丁丝绢税一事，本府已有诚意。帅家墨因挟私报复、妖言惑众，故将其拘押，交有刑房议罪。各位人华百姓，勿需就此事妄加议论，以讹传讹。若有违者，定当追究。殿下。方知县前几日给我移交过来一道公文，说是要审议那个人丁丝绢税案。昨日既然有了诚意，
作为程序，本府理应给方知县回一道公文，对吧？请仁华县照令执行吧。您的意思是让我以仁华县的名义，将这份公文变成榜文，公布宣誓结果？这件事情在仁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不应该给民众一个交代吗？这如果宣示了这个结果，说仁华百姓应该正常缴纳这个人丁私捐，我怕老百姓有想法。老百姓有什么想法啊？只会夸方知县为民着想啊！黄知府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您知道，仁华百姓虽然民风淳朴，但也不乏刁民暴徒啊，总得给百姓情绪上有所照顾吧。您初来乍到，万一这吉安府有什么动荡，对您的官声也无利。本府真的不在意，反正我的府令也就只在这个府衙内有效，真正办事的还得靠几位县令啊。这道官文我也分别抄送给了兰溪、万城和同阳3位县令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公开的。你赶紧回去照章办理吧。黄知府，宋康。你不来这供账呢，跟我回去。哎，不是姐。好，太好了！毛知县可谓是深得刀法的精髓呀。这大明几百个县令，论这理政手段，本官未必上乘。要说这搏击技能，本官可尽一甲之力啊！毛知县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啊！大胆！何人敢占据县衙作乱？毛知县，你这身装扮，以为要去投军了呢？关你何事啊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凤兴巡按御史刘景。巡按御史。不可能！本官并未收到巡按要来本县的牌票。牌票已经送去仁华县了。本官是临时起意，要在兰溪设察院。毛知县若是不信，我这里有官印、圣旨，还有督察院的文书，你尽可来验证。验就验。还真是啊，刘玄，你这人做事太不地道，哪有不告而来搞突然袭击的呀？哪还有半点巡按的样子啊？毛知县，你这身武人装扮，也不像个知县啊！我这是晨练的装扮，我知你要来，带我回去换换，再来与刘巡按一诗。恭候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有话就说，没看本官正在忙着呢吗？有人看到帅家墨了，跟那个刘巡安一起来的。他二人何时走到一起的？我这小人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去，马上到朱客村，把那个程仁清给我找来。哦，明白。去。哎。刘巡按，奉天子之命啊！本官巡按凤兴11府，今欲在兰溪县设置巡按察院，调刷文卷，监理词讼，
既是圣上之意，本官自当全力配合。很好，毛知县，请起。本官手里现在就有一桩案子。莫不是帅家墨提告的人丁丝绢案？哼，这毛知县不光武功了得，连算卦也懂。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家税赋，兹事体大，您可要想清楚了。来，这两个小贼！帅家墨主张，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乃是100年前协饷挪移所致，本应由8县均摊，成化16年之后，却只由仁华县独担。帅家墨，你说是有凭据的？是。只要查一查揽溪县的价格库，看看成化11年至成化16年的税赋账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说查就查，贵姓啊？姓帅。现在是本官查案，徐耀凯。凭什么？哼，凭什么？凭的是朝廷之命。本官奉旨巡案奉兴，最重要的一项职责，就是调刷文卷。奉兴11府所有的文书卷宗，本官都要一一查看。你们揽溪县凭什么就能例外？毛知县，你3番5次退位，我不是真有什么隐情。再做阻拦，本官定要参你一本。请。本官就在这里坐镇，看看谁敢阻挠刷卷。这2位书手是我惯用的心腹，也借给你用。你估计要多久可以完成？3日之内。着什么急呀？我虽然没有看到内容，但却抢在一瞬间扫到了底报一角的日期页码，是本年4月招。范老久在中书，这底报上可有什么玄机？闽地搞清账，哎，这是闽地的事啊，跟咱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啊？继续看。哦，好，看看。毛知县，印田，这上面说，闽地的大户一直在把田地改为不必纳税的隐田。这最严重的县，一县之内有6成皆为隐田，只有4成负责承担税赋。朝廷搞清账，自然是要把这些隐田给拓出来，增加税赋。当今朝廷谁能做主啊？当今圣上年幼，自然是李太后垂帘内政，张首府辅弼于外。张首府素有大志啊。只怕这闽地是张首府在试试。你们看啊，这上边还写到，闽地布政使说，闽人以为变，这就说明事年已成。这张首府下一步很有可能要在全国搞清账啊。咱们奉行富庶，恐怕首当其冲啊。不止吧？那他
他是为了钱财？不是，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典型。正解。咱们这边的情况要比闽地复杂得多。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地方上能配合中枢的案子，将来再推行的话，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力。这刘询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他让那2个书手陪同帅家墨，不是为了帮他，而是要暗中调查本县的鱼鳞图册呀。这个刘询案还真是敏锐啊！他看到底报上说闽地已经完成了清账，就想到了张首府要立刻推行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位年轻的巡案御史可以先首府之忧而忧，在咱们奉行率先的搞起清账来，他岂不是立了一个大大的头功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人丁丝捐税和清账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丝捐税的关键是什么？税赋不均。那帅家墨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我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税赋不均就要重新分配，想要重新分配，就得按各县的体量来重新分配比例。估算体量，自然要把这田地重新清账。刘景的心思在这里呀。姿势体大，应该徐图缓之，快了，这会生变。是啊，咱们金安乃至凤新，有多少士绅？这名下又有多少土地？哪些是合法买卖？哪些又是巧取豪夺？这个刘景查得过来吗？这得闹出多大的动静啊！做成此事呢，刘景必定大受首府青睐。至于我们金安，他好还是坏，与他有何损失呢？这等小人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不惜搅乱义府之稳定，不如一刀斩之。这也许是刚刚开始吧。反正在我兰溪不能得逞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不想这区区村落竟蕴藏如此的气象。这诸葛村虽四时而变，光线一转，景色各有不同，尤为垂暮之时为最佳。徐安大人莅临兰溪，这诸葛垂暮之景一定要赏一赏。不错，落日余晖斜洒八阵图上，如观武侯晚年心境啊。这诸葛垂暮，一语双关，实在是巧妙。诸葛一生鞠躬尽瘁，只为忠君一诺，克服中原，是我等之楷模。范老乃官场前辈，当年威名赫赫，今承蒙教诲，不胜感激。不敢。那宴席早已备好，我看不如这就前往啊，席上慢慢聊。这宴席是兰溪县出钱，还是您个人出钱？徐安大人，小老和当地的乡绅略表心意，就不让官府破费了，请您放心啊，请。帅先生，用膳了。
范老问酒宴置办好了没？自然是置办好了。范老说了，刘玄案不耗材，我安排了别的。聪明。一会儿你不要走远，可能随时会叫你。一会儿我不在席上。当然不在。宝玉呢？证据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是没找到啊，还是没说出去？没说出去。我喜欢跟诚实人聊天，不费脑子。哎，证据给我，我就把冯宝玉放了。我差点就算完了，不过揽西县价格库的正税簿子上还有记录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就是说这些只是抄件，原件我都放回去了。宝玉，你快把他放了呀！你答应我的。你怎么能听陆飞龙的话呢？刘询案莅临揽西，蓬荜生辉，我等要尽地主之谊。如果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哪里话？范老蒙天子御赐，县台乡贤牌匾，又以奉职大夫荣退，应该本官先敬您才对。请。老孙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不是，你怎么能信那个陆飞龙的话呢？你拿到玉，你就赶紧去给刘询案，你起码还能活呀！我死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就是个纨绔。这些原件要是烧没了，以后就更没人算得出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我们这些人年事已高，远离宦海，不过在朝廷当中还有那么几位故旧。如果您要需要帮衬，尽管吩咐。其实说实话，君子群而不党，只要以忠事君，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君子群而不党，那何人党而不群呐？当然是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朝廷难处的人啊！啊！呀！快，找出口，找出口！快！醒醒！那有板凳。
宪，不好了！何事慌张啊？毛知县，揽溪县城走水了。何处走水？是价格库。啊！哼，这走水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是烧给谁看的？刘巡安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这火真通人性吗？让他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让他烧何处他就烧何处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何事啊？刚刚得知帅家莫、风宝玉二人留在价格库中，如今生死不知。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要看看这揽溪县还是不是大明的天下！遮住我。你把他们两个捆在库房内一同烧死，原本是打算伪造一个误动火烛。是啊，把他们俩都解决了，麻烦事就一并都没了。不过现在也不差，我再杀一次不就得了？住手！干嘛？你现在再动手，意义可就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如今大火烧了价格库，他们却死在了外边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此事有蹊跷吗？我有办法让尸体完全消失。只要帅家魔的尸体不在库房内，刘巡安他就一定会起疑心。那我把他们俩杀了，再放回去不就得了？这个法子好啊！外面那么多救火的人，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两个的尸体给运回去。没错。那你说，有什么好法子？法子倒是有一个。你说。我需要他配合。刘巡安，刚才我们都翻检过了，废墟里只有大量纸灰与残余木架，并无任何尸首。吴飞龙这个蠢货，毛知县无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两位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是帅家墨主动要求留下的？正是，我们换他吃饭，他没走，还在那里发呆呢。案头的纸上都是空白的，我们还问他进度要怎么办，他也没回答。二位先生，之后还有谁见过帅家墨？应该就是库房那个老吏吧。毛知县，啊，去，把那老张给我带上来。每天日落的时候，价格库就要落锁。今天我去锁门，就看见两个书手说帅先生还在库内。老张啊，这价格库里除了帅家墨，可还有其他人？还有一个叫风宝玉的公子哥。后来，他们俩吵起来了。还吵起来了？吵了些什么？小老儿耳背也听不太清。什么，榆林彻来不及，如何交代？莫要连累等于。我提醒他们要锁门了，结果那个公子哥发脾气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他们说，他们是为刘巡安办事，若我再啰嗦，万一是耽误了大事，就要拿我试问。被他们赶走之后，我放心不下，就来看这大火，小的失职。老张，大火之后，你可有见到帅家墨和风宝玉啊？小的委实是不知道。刘雪，这个帅家墨呢，承诺说会找出人丁四捐税的真相，但却陷入了麻烦，只得一张白纸。而这个风宝玉呢，他是用了所有的身家做保，来赌帅家墨会赢。但是他发现帅家墨的进展不大，甚是着急，便来到了价格库，催促帅家墨连夜查卷。于是，便跟他发生了一场争执。
此乃是二人在互相推诿埋怨。你说的似乎跟看到真景一样，莫非你也在现场？我是诸葛村人，刘玄案和几位之前的这个酒宴呢，就是我置办的。我也一直在左近后着，不曾离开。啊，莫说废话，快说正题。那之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有可能是两个人因为吵架，误碰到了火烛，才酿成了这场泼天大祸。那然后他们人会去哪里？自然是潜逃了吧？你要知道，这烧的可是我们兰溪县的价格库，顶格可以判死罪。他们两个不落荒而逃，难道要留在这儿等死吗？你的这些推论纯属猜测。姑且说在下的推论是有误的，他们两个与这场大火无关，那他们两个就是无辜的。为什么要落荒而逃呢？他们可以留在原地，又或者直接去找刘玄案您呢？恐怕这刘玄可还有什么意见呀？好手段。范老，幸不辱命。仓促之间编排了这么一出好戏，连我都快信了。若要遮掩一事，莫若另开一事，这是做壮士的常用手段。那两位现在如何？他们两个已经被陆飞龙遣送出了兰溪县，前往同阳案中拘押，疑似还捕文书送至金安府各县，然后陆飞龙便会将他们扭送到同阳县呀。这为何不在我兰溪，还要扭送到邓知县那边呀？潜逃嘛，自然要逃得远一点再抓，这才更像样啊。毛知县啊，说到这儿你还得帮个忙，再多发一支签子，给陆飞龙一个捕头的身份，这样跨境抓人他也有方便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是同样把犯人转交给兰溪，再接受审判。绕这么一个大圈子，还不如一刀砍了来的痛快。快，它不代表好。放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价格库着大火，这是大事，遮掩不得，怎么都要给朝廷一个交代。与其烧死帅凤二人，不如让他们就此背起这口黑锅。麻是麻烦了点儿，但手续上没有瑕疵，可以杜绝后患。文书手续我来办。这个人是兰溪县要抓的那个，名字叫做帅家墨。帅家墨，带上来。是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算错了。你知道我在算什么？这是商工体，你在计算粮仓的仓储能力，这是要算存粮几何。没错，同阳县的税赋迫在眉睫，想要从容调度，必须要掌握粮仓的储存能力。这儿的粮仓是一个圆柱形，得用元宝之数。所谓舟字相承，以高承之12而已。但是在粮仓的顶部有一个伞盖，这一块不知如何推算的准确。原来如此。那日我在金安的和会上见识了你这个白璧慧影之术，颇为欣赏。
回来我也试着看能怎么用它，但是才学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疏漏不少，才学确实有限。你也真是蠢，既然本官在通缉你跟封宝玉，本官又怎么会不在封家铺子设下眼线呢？宝玉在山中养伤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说吧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，竟然要揽西县连夜发来文书海捕？是的，这个毛盘凤，人丁思娟这事儿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官面上辩驳，这种宵小行径实在是过分，倒显得心虚羸弱。所以你会放了我？本官不能放了你，因为我们金安八县是有攻守盟约的，我若将你放了，岂不是自掘坟墓吗？为什么？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希望能够从算写的角度跟你堂堂正正的去讨论人丁思娟税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人丁思娟与我同阳县不利，即使你说的再有道理，我也要极力去反对。我们也许能成为朋友，但不是现在。听不懂。听不懂，本官就是因为你听不懂，所以才能向你倒苦水。我在上任之前也是满怀壮志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县之长，百里之侯，可以尽情的施展拳脚，匡济天下。可当你真正坐到了这把椅子上，你才知道，就是把这一县管好，都要殚精竭虑的。你就拿我身边做事的这班小吏来讲，人家的职位是世代传承，而我呢，就是一个流官。我既要倚重，又要提防，我稍微一个拿捏不准，便是身败名裂之局。我还是不懂，要不你在墙上给我画出来。你是不会懂的。总之，本官不会把你放走，我只会按照正规的程序把你收监移交。若旁人问起来，我也只能昧着良心说我对陆飞龙的事情全然不知。可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又怎会不知？荀子有云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我在这同阳县不过是一叶孤舟罢了。顺流而行，大家千好万好；若逆流而行，是会淹死人的。原来你不会游泳啊！我若像你心思这般单纯，该有多好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好。你想不想知道人丁思娟的真相？兰溪县的价格库已经烧了，你还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，不需要看兰溪县的价格库，同样可以证明谢祥与人丁思娟之间的关系。幸亏啊，及时用了草药，不然你这条腿税赋，可谓独辟蹊径，一叶而知秋。当日辩论时，你意图从缴费驳斥我，这才给了我灵感。那我还真是荣幸。不过你这个算法，说来简单，具体核算可是个水磨功夫。你想想看，需要一个县一个县的去计算，然后再归并统除，挺繁琐的。不难，交给我来算，很快就能算完。你可真是个算呆子，既然一点也不设防，你就不怕我提前知道思路，事先做好准备？哎，你若是有比这更合理的算法，拿出来一起讨论，那不更有趣吗？帅家墨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人丁思娟税的变革关键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算法问题，是一个利益问题。什么意思？
没有人会跟你算这些细节。斗的是心机，要的是好处。就算是本官，也只能私下里跟你聊聊这些。到了官面上，你说的再对，我是不会认的。你也说了我的算法是对的，为何不认？对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赋议皇册虽然是记录一例人口增减的正例，可它早就沦为废纸一本了，里面的数字都是虚的，敷衍朝廷罢了。你用赋议皇册去推算，绝算不出正确的结果。那晋安府如何征调民夫？如今府里和县里要是真征调民夫，自己都会编一本赋议白册，那里面的数字才是真的。赋议白册？但你觉得他们会把白册开放给你看吗？这世上人心比算学更复杂。不，有一桩算学比人心还难懂，我如今尚未参透。什么算学？邓知县应该对丈田之术也很熟悉吧？身为知县，了解如何丈田乃是常识。田地根据形状分为方田、归田、奇田、弧田、斜田等，可还有一种腰田，形状溜凹四处，非常难算。我幼年的时候依稀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种解法，叫做推步据顶，转眼之间就可以算出结果，正是这种腰田的克星。说来看看。可惜我当时太年幼，我只记得要先以经纬推步，再算腰田各处的顶点。只可惜我记不得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研究，有所突破，可还是琢磨不透。这样，丈田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工作，咱们就此比试一下如何？这是同阳最有名的一块腰田，怎么样？开始吧。再不吃面要坨了。真是厉害。我只是算得快，但你看我用的算法和你是一样的，要是用上推步据顶之术，还能再快1倍。仁华县这个地方山多，这种腰田到处都是。用现在的方法太耽误人工和时间。如果你那个推步据顶之术真的要能在瞬间算出面积，那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只可惜啊，我怎么也推算不出来。看来恐怕只有《四捐全书》中才有所记载了。《四捐全书》是我父亲写的一本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内容，可我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3530这个数字在里面反复出现。3530，人丁四捐税。难道你就因为这个数字掀动的人丁四捐案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一道解不开的题。
为什么我家里走水那天我不在家？如果就如程仁清所说，我父母是畏罪自杀的话，为什么他们两个偏偏留下我？令尊令堂之事确实令人惋惜。不过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太执念于此。人丁私捐税这事儿，你我乃是敌手。不过像你这般赤子之心之人，确实是不多见了。本官非常钦佩。只是我到任不过2年，对之前的事情都不太清楚。不过万城的任主簿是本地人，之前的事情他或许知道一二。你从童阳回兰溪需要经过万城，我修书一封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我只是个路过的，不想老兄你身在局中，自然是会更辛苦啊。哎呀，我下这么一个弃子，目的就是想把外边的大龙给接过来啊。那封条陈我一看，角度刁钻，善解大事。见笑见笑，我也是实在是身陷重围，不得已才把崇德兄引来当奥员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奥员一到，他们可好，直接把棋盘给翻了。久闻边角难缠，一方难治。我本来还不相信，这次算是开了眼界。那崇德兄认为这局棋还能不能下？人丁私捐这个案子还是得办。于私，我在兰溪吃了瘪，若不扳回一局，以后不要巡案奉行了。而且你老兄也需要政绩，重回中书。于公呢，张首府清简仗地，势在必行，而奉行素来是引田最多，阻力最大，所以必须要杀一只大鸡来进攻。家里您就放心，别忘了。好。范老啊，范老看书呢。哎呀，这何事啊？哎呀，不知因为何故，这案子突然发到金安府去审理了。这明明烧的是我兰溪的价格库，也是我兰溪县发出的海捕文书，这理应在我兰溪审理才对呀。我呢，在金安府衙有几个眼线，据他们说，是仁华县先行文给了金安府，黄知府才发出消息的。方石相，我是给他发过海捕文书，可他为何要发到金安去啊？毛知县害怕了。范老，多虑了，我怎会怕他？只是在下觉得，既然这帅家墨活着回来了，那黄宁道和刘景一定会把这个案子搞出大动静啊。对面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案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呀，在下确实头疼。既然他们想要官面解决，那就用官面的办法去应对吧。您是说程仁清？恕在下直言，范老不可对此人过于的倚重，在他眼里只有银钱，这稍加抬举便得意忘形，多说2句就心存怨怼啊。又不是建牌坊，人品有何大惊呢？可这程仁清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讼师啊，就算他嘴皮子辩得过，若知府和巡案用官威压他，
怕他是扛不住啊。咱们靠他办事，恐怕……谁说我靠此人办事了？今晚我要请金安的几位老友吃饭，请方知县过来一叙啊。啊，是，明日3座会审，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下一个定案。诸位，都是金安的乡贤，不如明日一同前往做个旁听，以示关切下民之意啊！一定！哦，这仁华县的方知县，和本官今天都在这里，都是好官、清官。只要大家是反映民意，我们一定会从善入流，对吧？这人丁丝绢税说破了天去，每年顶多也是3530两。如果朝廷要以此为由头，啊，平时你们不看谍报，不知道朝廷啊是要在全国搞清账。如果我们认了，朝廷的胆子可就大了，下次来的会更狠呀。如果咱们这次咬牙不认，那朝廷也只能体谅咱们的难处啊。今晚在座的都是金安的近身乡贤，我们必须共进退，方得使然。是，小老先看了。范老，告辞。坐。方兄啊，你怎么能如此的愚钝呢？这帅风二人在童阳被捕的牌票是你转给金安府的吧？对呀。此事本身悄无声息，由这童阳县移交到我揽溪，我把事情给办了。可现在倒好，被那黄宁道截了胡，如今成了3座会审。这里边啊门道太多，你们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这种事儿能明说吗？牵扯到帅家墨，你老兄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你们做事藏着掖着啊，到如今，倒埋怨到我头上来了啊！毛兄啊，揽溪价格库这场火到底因何而起啊？你可得给我交个死底儿，让我这心里也有个数。当然是帅家墨他们烧的。那海部公文里写得很清楚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受巡案之托，入揽溪价格库查阅账册，只因未能完成嘱托，竟在揽溪县价格库纵火，使得100年册籍一夕荡尽。闪开！后畏罪潜逃，落网于童阳县。今日，王知府、刘巡案与本官3座会审，务须推居真相，公堂之上
正大光明。敢有妄言、诬言、谎言者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、冯宝玉，起身回话。刚才对你们的指控，你二人可否认罪？不认，我们是被绑架胁迫的。哦，绑架胁迫，这好像跟文书上所写的不一样啊！这哪有犯人自己主动认罪的？要我看呀，先打他10几板子，才能说实话。毛知县稍安勿躁。程仁清，见过诸位。在下程仁清，秉承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8字为圭臬。哎，休要啰嗦，赶紧开始。封宝玉、帅家墨，今天是3座核审，3位朝廷命官高高在上，每字每句还有书手抄录。你们开口讲话可要仔细，如果胡乱攀咬、击入口供，将来那可都是罪过。呸！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无耻？记下来，封宝玉藐视公堂。封宝玉，如实讲出你的经历就好，不要咆哮公堂。遵刘学安令，当日老帅受您之命去价格库查卷，在当天下午未时左右，我在揽溪县的街头被一群蒙面人给直接绑架了。他们绑架我之后，威胁老帅，让老帅在原地不动，不可以交出查卷的结果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把我跟老帅绑在价格库里边，他们点火准备烧死我们。这供词当真荒唐啊！蒙面人既然要烧死你们，为何整个价格库都烧成了一片白地？你们2个却没死啊？我们是侥幸撞开大门逃出来的。那就奇怪了呀！你们既然逃出升天，为什么不立刻去报官呢？反而连夜潜逃去了童阳县？是蒙面人帮我们去的，简直前后矛盾嘛！前面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后面又说蒙面人把你们绑了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蒙面人究竟是要杀人灭口呢，还是在练习跑腿啊？这是，简直笑话！这个蒙面人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我问你，这蒙面人是谁啊？是陆飞龙。何人？啊，回知府，这陆飞龙是本县捕班的班头，平日负责缉拿罪犯，维护治安。你是说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陆飞龙绑架了你们2个？对啊，又焚烧了价格库，然后还把你们2个不远百里的送到了童阳县放走。对啊，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放走我们，那个陆飞龙原本是想在童阳那个破庙把我跟老帅杀掉的，我们2个是逃出来的。这不越说越离谱吗？他为何不在揽溪动手，反而把你们送到童阳县杀掉啊？封宝玉啊，你好歹是一个读书人，下次把故事编圆了呢，再讲给大家听。封宝玉，想仔细了再讲。宝玉，你的证词里边一会儿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一会儿说蒙面人把你们带走了，一会儿又说蒙面人要在童阳把你们杀掉灭口，前后割裂，莫衷一是，我到底该信你哪一段啊？更何况，这陆飞龙是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，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县里的价格库？动机何在啊？对啊，动机呢？在下斗胆，有请证人陆飞龙上堂。传陆飞龙上堂。揽溪县捕班班头陆飞龙见过黄知府。起身答话。谢黄知府。陆飞龙，案发当日你人在何处？我在乡绅饭府吃酒，席上10几人皆能作证。啊，不错。那日我确实见过他，还与他打了招呼。刘巡啊，黄知府，毛知县，
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陆飞龙呢，在接案的地界上是有绰号的，若论胁迫绑架的能耐，他肯定是有的。但是，他一无动机，二无时间，所以风宝玉的所言所语，全部都是编造。不对，陆飞龙他有时间。我跟老帅后来跌落山崖、藏身农户的时候，他还一路追过去了。沱阳县肯定有人见过陆飞龙。你可真有趣儿。陆飞龙是捕班的班头，他的职责就是缉拿凶犯。许你们逃到沱阳县，不许他追到沱阳县吗？而且同样的邓知县可以作证，陆飞龙一入境便去县衙报备过。那陆飞龙没有动机烧价格库，我和老帅也没有啊。还是不死心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请一位证人上堂。准了。哎，小心！放松点儿，你女儿和外孙可还在家呢。兰溪价格库书吏，拜见几位官爷。起身答话。谢。来，老丈，当着几位父母官的面儿，详细的把你那天看到的所见所闻都讲出来。小人奉命看管价格库，自称有着查卷之事，向来是晨起开门，他们入库查看，到了日暮时分，他们离开，小人再把门锁了。到了要关门的时候，我去催他们，两位书手离开，可帅家墨却没有走，说要等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一位公子前来。哦，这位公子可在堂上？就是风宝玉，风公子。哎，你胡说！你根本就没在价格库看到过我。风公子进了价格库之后，就把门关上了，不让我靠近。我以为他们还有事未完，就先行离开去吃饭。他们两个有什么事情，将要打破禁令，入夜后还要留库哦？不知道，我只隐隐听到争吵声。吵些什么？我耳朵背，听不太真切，只听到，榆林策来不及查阅，如何交代，莫要连累等语。他们似是相互抱怨。我看到里边点起了蜡烛，便提醒了一声，结果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他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，这个老厉。我与宝玉未曾起过争论，我也未曾耽误过查卷的进度。这个老厉刚才说，我跟宝玉在争论的时候说出了“榆林图册来不及查”这种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工作是去查税赋账册，而榆林图册记载的是土地情况，与我所查根本就不是一类，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他可能听错了，刚才他说了，他耳背。不，查榆林图册的另有其人。是谁呢？刘巡案派去帮我那两个书手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去帮我，一进了价格库就直奔榆林图册而去，应该是想摸清兰溪县的土地情况。这个与案情无关。哎，不，有关。这个老家伙肯定是看到那两个书手在查榆林图册，就以为我跟老帅去也是查榆林图册。可笑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老帅和那两名书手查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。刘巡案，请召回那两名书手，他们每天都跟老帅泡在一起，你问一下他们，便知道老帅碰没碰过榆林册子。这咋办呢？刘全，要不然就请你那两位书手也上来说说吧。好吧。这到底怎么了？我听衙门里的人说，这方石像啊，连个正座都没捞着，就在旁边陪着。正座都没捞着了！你们说这方石像是不是坐着呀？我问你们两个，帅家墨在价格库里是否碰过税赋杂役以外的文书？未曾碰过。你们两个肯定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呆得这么有定力的人。
他一坐下就不动，一直到日落，就在那儿不停的翻，不停的算。那你俩的意思是不是，帅家墨在这个价格库里就一直在算这个税负有关方面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碰过鱼鳞图册？回知府，他所查的东西本来也与鱼鳞图册无关。知道了。兰溪县书吏，说，你是如何听到帅家墨与人争吵的？他许是老糊涂了。程仁清，老吏所说的一切，都算不得数了吧？不作数了。嘿嘿嘿嘿，听到没有？不作数了，都给我记下来，不作数了。哎，好你个兰溪书吏，捏造谎言，平白无故折腾这么多府县官员，实在可恶！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10板子！青天大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撒谎的？说！说！黄知府，老吏说谎只能证明帅家墨和凤宝玉没有吵架，却并不能证明价格库的大火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出事之后他们潜逃去了桐阳县。程仁清，不要胡搅蛮缠，老吏的证词是假的，那帅家墨火烧价格库的动机便不存在了。那他也许是误动了火烛。程仁清还敢在本府面前胡言乱语！来呀，给我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子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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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冯宝玉、帅家墨，经查，你2人并无焚烧价格库之计，本府宣布无罪开始。哎呀，这声音是这样。黄知府，黄知府，既然老吏刚才是在撒谎，那就能证明我们刚才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绑架我们的，真的就是陆飞龙。陆飞龙有人证，时间对不上。至于谁在背后指使老吏，并纵火焚烧价格库，我们日后再详查。帅家墨，本府想问你，刘询案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到底完成没有？人丁私捐税的源头，查到没有？查明了。黄知府，今日3座会审议的是纵火案，既然您已经定他2人无罪，理应散去便是。这怎么又议起人丁私捐的事了？毛知县，人丁私捐一事，金安有些人明里暗里使绊子，才有了这个价格库纵火案，说是2桩事，其实本来就是1桩。如果破清了人丁私捐的真相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所谓提纲挈领。若要提议这件事情，那其他几位知县都应到场才对呀。本官巡按金安，为此案设立查院。难道人没有到齐，本官就审不了案子了吗？帅家墨，你查到什么证据没有？证据都烧没了。兰溪县的价格库是诸县中保存最完好、最久远的，如今焚尽了，其余诸县怕是也难以查清。不过我已经想到了别的办法，同样可以证明人丁私捐税的来历。速速说来！只要查清仁华、兰溪2县的赋役白册即可。赋役白册？巡按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毛知县，
这是为何呀？请坐。啊，赋役白册在大众面前展示不合适。为何？二位知道赋役黄册是需用朝廷的，可是一县的虚实可都在各县自己造的赋役白册之上啊。一县的政务须臾离不开都是县衙的命根子。那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展示的呢？这个东西是很好用，但是它终究不合朝廷法度啊。下边不会把它拿到明面上，而上面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上下心照不宣。如果要让这个帅家墨破口的话，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黄知府，既然如此，方知县、毛知县，啊，把你们的赋役白册拿出来，供帅家墨查阅。宣大人，不可能了，我兰溪县的都已经烧光了。哼，毛知县，你说笑了。赋役白册不是正式文书，不会放进价格库的。你，反正我们是拿不出来。如果您要用官威压我们，我们可以去吏部上告，还要去督察院请御史弹劾你，对吧，方知县？方知县，哦，哎呀，哎呦，放他睡。哦，下官今日只是列席呀。方知县，现在河邑人丁司捐需要调取你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赋役白册呀，8县共进退。8县共进退。哎，这8县到底哪个县该进，哪个县又该退呢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下官今日虽然列席旁听，但其中之端倪，下官也清楚了1、2。这人丁司捐税，它可是关系到我们人华民众的福祉。若帅家墨能查出此案的端倪和有误，下官宁愿摘下这官帽，力挺此案。区白册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啊，好。好热的天哪！这些死人官帽也要为民做主。马兵献到。范世伯别来无恙，昔日是职还是新进的进士，如今已是国之栋梁，全靠世伯平日提携教诲，否则文才求今日。那小侄还有正事在身。马监事，马监事，诸位，马监事，马监事，
马千世突然莅临金安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听闻最近有一桩人丁私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民间颇有议论。我忝为金渠兵备道，自然要过问一下。哦，我们正在核议此事。马千世远道而来，不妨先到后堂歇息，容后详谈。不用了，我就坐在黄知府旁边吧。经年未见，程兄，别来无恙。坐，都坐。我们继续。帅家墨，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？要查揽溪、仁华两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对。你们两县意下如何？哦，我已差人去取赋役白册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我这就差人回去去取，但往返1个来回，恐需1天的时间啊。毛知县不必了，本官在揽溪时着人抄录了一份，就在茶院里，派人取来便是。我怎不知？你竟然……毛知县，调刷文卷，乃本官的职责所在。难不成毛知县有什么亏心事，不敢露白？我看不是这样。马千世风尘仆仆远道而来，应该感觉到会有些疲惫。我们大伙儿呢，在此商议此事也整整1上午，接下来还要等赋役白册的到来。本府宣布，暂时休息，下午继续商议此事。方知县出来了！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终于盼到你屋里做主了！方知县，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！做主啊！青天大老爷啊！方知县，你为民做出好官呀！您，跟方知县说几句话。我说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没听见吗？这是百姓向您欢呼，都说您是青天呢，青天大老爷。哎，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成了青天大老爷？您就是。方知县，方知县，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您真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呐！方青天，方知县，青天大老爷，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那以后就是方青天了。哎，你去取赋役白册，尽快给送过去。啊，好。老爷，今天您在公堂上这一手，毛知县和范老怕是不会高兴吧？我说的说了，做的错了，我管他那些。那这8县同盟，老爷，我是仁华的知县，自然是要站在仁华的立场上讲话，为百姓发声。是吧？摆明了要和我们作对。哎呀，毛知县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你到底想清楚，我是跟你作对，我还是跟范老作对呀？这有区别吗？那区别可大了。跟你作对，我们是公对公的议事；跟范老作对，那又算什么呀？我看你这个知县是干到头了。干到头我就不干了，那也比在人后面当狗强。毛知县，我们可是朝廷钦点的官员，我们不能总跟人屁股后头像狗一样的舔，跟人家后面待着，我们有点当官的尊严没有了。
方知县是要跟我聊做官是吧？好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说做官。我老毛做官比你强，你这些年是屁事儿不干。哎，别跟我说什么清静无为啊！是，我老毛在兰溪是犯下了不少错，8届犯了，但是有了他给我做后援，桥我修了3座，义仓我建了5间，就连从兰溪到金安的那条大路都是我筹银子修的。哎，是这些方面，我哪比得了您呢？你们一个个的呀，都是官宦子弟，世家出身。哎，最不济的也是书香门第，是可以清高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就是个机灵户。我家中无男丁，我老娘含辛茹苦的供我考出了个知县。我在朝里没靠山，兰溪我没熟人，我不仰仗范老这样的人，我靠什么？我能施展开拳脚啊！毛知县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我何尝不知啊！方知县，你不做官了，退下去归隐乡野，不失为一方富户，没事儿玩玩石头，打打马吊。我呢，我若不做这个官，我和我老娘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若想出人头地，我就要去做事，要做事我就要去借势，借势。我拿什么去还呀？我只有这点良心和这张脸了。毛知县，为什么我已经听进去了啊？听进去了。方兄啊，适才与你掏心掏肺的说这些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输不起这个案子，我就是豁出命，我也要拼出个胜负。方兄啊，你平时玩石头不玩刀，你不知道我那把关王刀的分量啊，就是把它举起来都得运足了力气啊。所谓刀使无悔，一刀下去那可就收不回来了。无论是对是错，都得一劈到底。哇！杀！下午见。这个马文才啊，黄知府，因服役白册数量较大，本县提供的是里1级的薄册。兰溪县的服役白册，我的人也只来得及抄到里1级。无妨，服徭役向来是以里为单位的，1里是110斛，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那就好，帅家模，开始吧。人丁司捐税，原是成化9年监安府协饷，共6000匹，由8县均摊。到了成化16年，改为了人丁司捐税，由仁华县独担。要证明这两者的关联，原本很简单，只要找出成化年间除仁华之外其他7县的税赋账册，再调查其中的增减，便可一目了然。哎呀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账册都烧光了，你非要拿来这些服役白册添什么乱？嘉靖10年之前，奉兴的本色税是要调用徭役，由百姓自行运输。也就是说，从这服役白册中也可以看到税赋的多寡。
帅家墨，本府提醒你，在座的诸位并不都像你一样精通算学，我觉得你有必要详细解释一下，以免有些人听不懂又来啰嗦。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就好比仁华县今年所交夏粮未知数，但通过赋役白册可以查知。方知县今年调用了1000名民夫用于运输，那么已知每2名民夫可运粮5担。仁华县今年所交的夏粮一共是2500担。啊，这样解释起来就容易懂多了。王知府，重点不在于算法，而在于此人的动机。程仁清，你一个小小的讼师，谁允许你在这说话的？下去！其他人可否还有异议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甚好。帅家墨，开始算吧。驾！解得了。直接说结果。成化9年，晋安府协饷6000匹丝绢，折银3530两，由8县均摊。可从成化12年开始，每一年分担的比例都在变化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笔非常巧妙的账目操作。如果一下把所有税赋都转嫁到仁华县头上，那么立刻会引起警觉。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逐步增大仁华县的税赋比例。也就是说，每一年仁华县多交一点，其余7县少交一点，不显山不露水。整整4年过去，仁华县平白多出了3530两的税赋，科目也换成了人丁丝绢。哦，明白了。好了，辛苦了，帅家墨，你先一旁歇息吧。这个手法真是高明啊，真是温水煮青蛙呀！难怪呀，仁华平白啊多交了这笔赋税。还丝毫没有察觉，原来这都是4年间一点一点提上来的呀！你说百姓只知道朝廷在增税，朝廷增税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哎呀，好啊，既然人丁丝绢是篡改而成，那我们就应该正本清源，回归均平。刘玄，我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现在时移世易，况且现在的建安8县和当年的建安8县可情况大不一样了，户口人数有所增加，而且开垦的田地数目也变化很大。如果再按以前那样均摊，好像有点不公啊。黄知府。这事儿简单，我也有成算。晋安府8县，不妨重新测一下田地，按照新统计的田亩数量，制定分摊比例。太好了，还是刘学案显得周到。这个提议甚好。那本府现在就宣布。等一下，程仁清，你又要干什么？黄知府，刘学案。毛知县，你们可知道帅家墨为何要提起这一桩100年旧事呢？你不就是又想说帅家墨的父亲曾经因为此事蒙冤，帅家墨是挟私报复吗？这等毫无关联的诬陷还要说几遍啊？可是确有此事啊！当时帅敦成就是为了这个罪名受罚的，畏罪自焚而死的。宋通判，这又何妨？这账册可都是真的呀！诸位都是牧守一方的官员，应该知道这种事儿的关键，它不在公正，而在示范。
倘若帅家墨因为父母之仇搅得建安府一府八县不得安宁的话，而且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那会树立怎样的一个榜样呢？此先例一开，倘若其他小民纷纷效仿，那府县衙门还有精力干点别的吗？一派胡言！今天仁华可以说人丁私捐税不公，要求彻查；那明天揽溪也可以说赋税不均，再查一遍。那还有同阳、武江、万城呢？试问建安府哪个县的赋税是完全公正的？个个都要求纠正。哪里还有其他精力干别的呢？试问诸位，你们真的愿意为了100年之前的一笔旧账，为了这个算带字的私心，不惜牺牲建安府的整个安定局面吗？程仁清，你这是在威胁皇知府喽？在下不敢，我只是想提醒诸位，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，常理排在第1位，而公心只排第4。程仁清，你屡屡在这巧言令色，来啊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且慢，黄知府。本官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马佥事，此乃民政事务，尊驾在旁边旁听即可，难道还要发表一番议论不可？民政，我看不尽然吧。我刚才听帅家墨说，这个人丁私捐税的源头乃是被窝的协饷，对吧？不错。我们金渠兵备道是嘉靖45年设立的，职能嘛也有被窝这一条。金安、衢州等地至今仍在协饷。既然人丁私捐是协饷所化，那兵备道自然也可以发表意见。军政干预民政，此乃朝廷大忌。马佥事这么做，就不怕被弹劾吗？刘巡案，你既然叫我马佥事，可知这“佥事”2字的前面是什么？奉行提刑按察使司。不错，我虽分管京局兵备道，但仍是按察使司的编制，所以问理刑名、禁革监闭也是分内之事。你自己也是巡案，这点道理难道还不懂吗？那好，不过有话说在前面，你想说就说，至于是否被采纳，那还是黄知府的意思。本官听了这么久的合议，忽然想起一件往事。大秦末年，群雄风起，这其中最厉害的一个，便是西楚霸王项羽。最不起眼的是一个泥腿子刘邦。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，大败秦将章邯，而刘邦呢，则趁着这个机会，偷袭关中，一举占领了咸阳。刘邦一个泥腿子，手下也尽是些沛县的流氓混混，他们哪见过咸阳那么华丽的大城啊？于是他们尽情地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，这个人便是萧何。萧何没去抢金银珠宝，也没去抢绫罗绸缎，他到了咸阳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了咸阳的价格库，把里面所有的账册、税簿、户籍文书都搜集起来。这些文书记载着大秦36郡的衣食3项数目，壮丁、牲畜、田地、仓储等。鸿门宴之后，刘邦被迫去了汉中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带走，只带了这些文书。全靠这些文书，刘邦才知道天下之虚实，民力之多寡，才能在楚汉争霸时做到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是以天下大定，汉高祖推萧何为首功。马佥事，我们坐在这儿，可不是要听你说书的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为政者欲要有一番作为，必先掌握庶民。如今朝廷正要刷新政治，金安若能够重定税目，清账田亩，可谓上应天时，下顺民意，
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我兵备道，自然鼎力支持。马千是说完了？说完了。两位，但凡有用得着我兵备道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不吝协助。即便如此，一旦上报朝廷，以阁下的身份，也不能拒贤联署。哎，只要对朝廷好，对地方好，我又怎么会来抢这份功劳呢？不过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倘若两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益于国计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那你们两县还有什么看法？为民扶植，责无旁贷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既然大家都认同，那揽溪县也认。很好，那本府宣布，3日之后，金安8县重新丈量田亩，为恢复人丁丝绢旧制做准备。各县县令护防蓄力，提前安排好。黄知府，这个宋师怎么处理啊？马千是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人从一开始便在搬弄是非，什么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，不过是赚银子的借口罢了。适才大家都听到了，帅家墨明明已经证明了人丁丝绢税的不公，他还挖人阴私、攻讦旧事，甚至还拿金安府的稳定来做威胁。金安府的风气，怕就是这种人给弄坏的。马千是虽然急事，我也觉得此人有问题。毛知县，这程仁清可是你们的刑名师爷？当然不是了，不过就是个宋师啊，仗着点小聪明而已。那我明白了，本府现在宣布，程仁清妖言惑众，履行诉讼，拖出去，杖10板，逐出县学，拘回揽溪反省。此后不再以宋师身份进入府衙、县衙。跟范老中午早就商量好了，却还要我跳出来反对。你当年在书院慷慨陈词的模样，我可是很久都没看到了，真是怀念呐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那次科场，我爹使的手段本来只是让我抢去你的头名，是我让人在你的夹带里塞入小抄，故意被考官发现，这样你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践踏一个你讨厌的人，就得践踏到底。云长九泉有知，看到他选的男人如此窝囊，应该也不会瞑目了吧？多打2下。程远，这总体对清照举措并无什么反弹呐。好，太好了，看来还是刘宣安分析的有道理。这分明就是这几个县的县令自己在夸大其词。我早就说过，账田规则制定的很详致，主要是针对那些大户乡绅的引田，
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会闹啊？是啊，我马上起草一份公文，令各县继续清正政策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好。此乃朝廷大政，伏案决议。我身为巡案，也会联署。若这帮知县再敢推诿敷衍，本官一定治他们一个尸位素餐之罪。刘刑案所言极是啊！速令书手抄录，分送各县。该加把火了。陈仁清，陈仁清，哎呀，陈仁清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跑陕西来了？哎，我有事找你。哎，我现在就是废人之身，上不了公堂，你找我干嘛？哎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给你多少银子，你就还人多少公道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现在上不了公堂。我不用你替我打官司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。说，哎，有一本书，万城的主簿任意，他知道书的下落，可是无论我怎么问他，他都不告诉我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什么书啊？《四捐全书》。《四捐全书》啊，我听佘家墨提过，讲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可是他对老帅特别重要，那我必须得找到他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呗。把前因后果讲给我听。陆师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这次清账田亩，正是仁华县买通了官府啊，要把那劳神的人丁私捐税摊在咱们身上啊！这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八字衙门冲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啊！哎呀，咱们忙活了一场，反倒便宜他们仁华县了。官府这次清账，全是仁华县挑唆的。啊，仁华县挑唆的？我听说，黄知府新纳了个小妾，就是仁华县的。晋安府下令了，要占我们的地。啊，还有这种事？哎，朱大哥啊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县城问个明白，这人丁私捐到底是不是我们分摊？这冤枉钱，我是不交。我看，谁敢动我的地？嘿，你不交，你不交就有补班下乡来锁你。那大家子一耗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们想少花银子，全算在咱们的头上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又穿线啊，又分摊子，这不让我们活了是不是？对呀，而今之计啊，那就只有抱团喊冤了。我们是不是该找他算账？长寿10个死，索性我们去闹一闹。走。这事不好弄，
仁义是万城的老吏，出了名的倔强。他要是真顶起牛来，连毛潘凤都要让他3分。想让他松口的话，难啊！陈仁清，你是咱们金安府最聪明的人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之前咱们还是敌对的。我之前路过同源和万城，民怨也是这么大。那明明两方都有苦衷，他怎么就闹到这一地步了呢？你真的以为这事儿老百姓都是自发的吗？不是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全被马文才给坑了。马文才？怎么又扯到他身上去了？我之前是一时气恼蒙了心，但绝不是智谋不及他。就他那点小伎俩，我事后稍一推想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自夸的样子，可真是看不出来你颓废呢。马文才那天在公堂之上突然转变态度，其实是以退为进，假装认怂，让监安府可以放手去实行清账。清账的具体执行者乃是8县的蓄吏，这些人向来跟乡绅是互有勾结的，只要范老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故意的胡作非为，惹得下面民怨沸腾，借着民怨散布谣言，挑动民意，把这股子怨气朝着刘瑾和黄宁道2个决策者身上引。看见了吧？诸葛村这些村民，这不是气势汹汹的朝揽溪县衙跑。那他们总不敢去围攻金安府吧？为什么不敢啊？要想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，只有把事情闹得大大。去通知范老，让沿途的乡绅多准备吃食，务必要让我揽溪的父老乡亲舒舒服服地走到仁华。是。其他的钱呢？您就放心吧，都已准备妥当。不易啊，不易啊！清账田地这事儿呢，本来对范渊他们这些乡绅损失是最大的，老百姓们应该拍手称快才是。但是范渊拿人丁私捐税做挑拨，贫富之争变成了县级之斗，那他们不就安全了？可是毕竟是民变呀，这闹这么大，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啊！阴谋就是要闹得越大越好。这一回帅家墨要遇到大劫了。谁说要去仁华了？你不是说老帅的节在仁华吗？节在仁华，化节在万行，东主。哎，来了。东主，
巧什么巧？哎，敌人围城了，东仲。敌人？什么敌人？其他7个县的暴民现在已经冲进我们仁华县境内，冲着咱们来了。他们想造反不成？他们还打出个旗号，说是要罢黄贼、逐流贼、灭方贼。灭方贼？方贼是要灭我？请长杀我！唐师傅，刘雪，来，怎么才来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逐流贼！灭方贼！请长杀我！这帮州民简直是胆大妄为，竟敢公然围攻这个治所啊！替天行道的旗号都打出来了，这是岂有此理！不是说明年情绪很好吗？这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民变啊？这是乱了！王知府啊，那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呀是被当地这些人给算计了。你是说有人暗中挑唆？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，恶想已成。二位，仁华县整个县衙一共就100来人，没有那么多弓箭。如果他们要万一攻上来，那不堪一击呀！我们。你是说他们还敢围攻城墙？这可是谋反呀！你看看！逐流贼！请长杀我！君才杀我！老郑，你赶紧拿一个章程出来啊！我拿什么章程啊？我现在要是下去，他们能吃了我。行，上来！主人，马千世，这招引蛇出洞，真是好算计啊！黄知府刘巡案，尔等行事操切，手段狗酷，以致酿成民变。本官特为平乱而来。记了此前合议，本官有言在先。倘若2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益于国计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哼，定是奸人挑唆民意，致使谣言流传。什么方知县给黄知府纳妾，荒唐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底下纵有千般不是，可自从您2位开始清障田亩以来，金安府动荡不安，可也是事实。几个县令阳奉阴违，蓄力借机扰民，不定得严惩不贷。金安府最近的往来文书我都看过了，不管是同阳万城还是揽溪知县，都发出过警告，恳请缓刑。反倒是黄知府你一意孤行，不问亲友，一味下文言事，这才激起民变。这你怎么拿到这些文书的？刘巡案你也是联署了的，也逃不过一个失察之过。你怎么？治大国若烹小鲜，2位都是君子，不入袍房，可能不知道煎一条鱼有多难。鱼肉易碎，所以不能频繁翻动。太操切、太折腾，那鱼它就不成形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2位的初衷想来是好的，只是凤兴多少年没出过大事。你们2位一来，这金安的民变都围到县城下面了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本官呀，多次劝过黄知府以稳为主，可惜。你就是个叛徒！黄知府，我宋某可是一直尽心竭力的在辅佐你啊！还记得当日我跟你讲的协和阴阳的道理吗？这如今
一脚踢开挡路的石头，伤了脚趾头，这怪不得别人。本官知道你是进士出身，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举人出身的通判。我讲了任何话，你根本都听不进去。本官也是没有办法。华文才，当初你也是表态支持的，你也有责任。我是表态支持你们做事，可不是支持你们做砸。不过我什么态度并不重要，本官已把所见所闻飞马持送奉兴李士达李巡抚已经成2处。至于阁老们怎么断定，便不是我能决定了。我和刘询也会上书自辩的。自是，悉听尊便。不过我好心提醒2位一句，本朝地方官还从未有发生过民变而能留任者。2位，按照规矩，现在应该挂冠自肃，以待内阁处断吧。有鉴于金安民变事大，急需弹压，本官身为金渠兵备道主官，现在接管金安府一应防务。明白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城门的乱民退回本乡。不过本官带的兵马并不多，何况也不能真动刀枪。宋通判，你觉得如何才好？乱民激变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本府清丈田亩，以分摊人丁丝绢。妾以为，若是抓住这2点，必可迎刃而解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此前金安府下发的清丈田亩之令予以撤回，人丁丝绢维持原状。金安府民风彪悍，若只是如此，本官怕不足以平息愤怒。什么意思？节令还需细令。好，好，你比我狠。来人呐！把那个帅家莫拘押过来。金安府的纷争皆因此人而起，把他当众斩了，给大家有个交代，这乱子也就平息了。2位可有异议？城下的百姓听好了，兵备道传令发现，即日起停止清账。恭喜马兵县呀，这经此一役，声名大涨啊！大家都是各取所需，谈不上恭喜不恭喜，只要把那个帅家莫明正典刑，这一桩大事也算是善始善终。是，可是这帅家莫被仁花县方知县提审走了。靠山都倒了，他这时候还敢截胡？呀，他是不敢捋您的胡须，所以把仁花百姓给煽动起来了嘛。我怕强行拿人，又会激起民变。我亲自去拿人。好。方知县，你窝藏人犯对抗兵备道是何道理？青马兵县明鉴，下官哪敢啊！我只想知道，这帅家莫到底犯了何罪呀？他擅闯禁地，篡改文书，诽谤官府，煽动民乱。本官以决议判他当众立斩，以儆效尤。你有问题？哦，我没问题，判得当，判得当。下官立刻就去写文书上报给京城。你送京城做什么呀？马兵县，下官得按规矩办事啊。
您知道，在地方的死囚案，那首先得上报给刑部来审罪呀，再经督察院参核、大理寺审允、三法司复核无误，才能上。你当我是第一天来做官呐？那圣上裁决之后，还得秋后方才能问斩。要不您秋后再来吧。你说的那是斩监后，帅家莫是十恶不赦之罪，本官判的是斩立决，今日就要行刑。本朝一向提倡慎行续囚，您这么着急，不免有失人术之道。方知县，你一向是个审时度势的人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一味的袒护帅家莫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于下官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是仁华子民，下官袒护的是仁华百姓。方石相，方石相，你可知道，你这名号也是那些你要袒护的仁华百姓给起的呢？是。马兵仙有所不知啊，下官生来就胆小怕事，什么清官名利，什么万民拥戴，麻烦虚名而已。下官就希望自己能像块石头一样，平平稳稳、悄无声息的，我把这任知县做好就完事儿了。这难道不是很好吗？可自从我听到仁华百姓觉得我在帮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再用那种外号来称呼我方茂贞，我反而觉得这个虚名还真不错呀。就像我手中这块圆滑的卵石，它固然是安稳的，但是比起那些有棱有角的奇石怪石，那岂不是更有欣赏之处？行了，少在这扯鬼话。方茂贞，你一个破落知县，自己几斤几两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难道还想当为民请命的大英雄吗？总之，本兵备道有权提审囚犯斩立决，请方知县不要拖延。那就请兵备道速写提案，本官立刻回复。几日可复？10日。10日，同府文州的流转城县最多5日，你敢说10日，我便立刻上书弹劾你。5日就5日。东我，属下从未见过您如此决绝。好，快去给老爷拿片丹参。驾，快点！这手机记住了吧？马平贤，时辰到了。代帅加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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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帅加墨。来！
知县呐，你在这装什么父母官呢？大明县呀，这如此闹下去，太不堪了。各县百姓近些天积攒的这些傲娇之气，是该发泄一下啊！哎呦，你看看。以前只知道帅家墨精通医养，擅长术数，没想到他临危不惧，英勇侠义，可不一般呐！马明县呀，这如此不堪呐！你这样就行刑可就来不及了。那就压一下呗。站一下！现在已经都弹压下去了，董主，我们是不是下去啊？下。我现在下去监斩去啊！百姓不指责金安谷骂死我，我不下去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，将不干起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，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迷信。你走得好远呐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就走了呀，爹呀！站住！贼子！你这该死的贼子！爹，你瞧见了吗？这贼子就要伏法了！大人，小人是万城主顾正义之子，家父前几日病逝，小人想起他老人家往日恩德，竟未能亲见贼子伏法，所以才悲从中来。原主簿啊，您怎么就这么去了？您是我们万城百姓的恩人呐！上个月您还带人帮我们修堤坝。怎么老天不长眼？你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？原主簿啊！原主簿啊！肃静！马明县，再不行刑可就来不及了啊！人老主簿广有贤名，不让万城百姓志记一下，怕是难以服众。多谢马明县。这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人一走了，还能得到百姓的如此拥戴，令人感怀呀！董主啊，你为仁华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也一定会惦记你的。但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走，我也走，我往哪走？你也走，你走。原主簿，我给你叩头了。好了，快一点！哎呀，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啊！最后一个了。终于完了，马明县可以行刑了，要不然真是来不及了啊！好，原主簿，还有完没完？你怎么就没了呀？死得好惨！你怎么就走了？你答应我，我的堤坝也没有修
信个屁！扔老大！风宝玉，你，此人故意捣乱。风宝玉，千虑计穷啊！你是在耗时间吗？莫非还有救兵不成吗？宋人，你个老毒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？风宝玉，不让你和帅家墨一同问斩，你是撞了大运了！你在这闹什么闹？哈哈，宋人，我这头千虑还没有计穷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讲。风宝玉，你这叫劫法场吗？我风宝玉是仁华县的生员，这人丁4月税是我跟帅家墨一同提供的。为什么只杀他一个人不杀我？为什么？风宝玉，我宝玉，你快杀我！风宝玉，杀我！官府不追究你啊？你要找死吗？万明县，这该如何处置啊？那就一并斩了。万明县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这斩首杀人是需要上报刑部审核的。杀帅家墨已属御权，再杀风宝玉的话，还得多准备一份文书。如果出了破绽，那我们就按你送你文书。来人呐，在，取我印来。是。既然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就满足你。下住！这不是个傻子吗？这是这。放了他！风宝玉啊，真是义无反顾啊，两肋插刀，面不改色，令人佩服啊！你来我也会死，你不来我也会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来救你的呀，那救不了就一起死呗。贾格库，你不也这么做的？恐怕这次没有什么变数了。还是有变数的。什么变数？我和陈仁清找到思娟全书了，在哪儿？他带着去省城了。半城离省城200里，省城到仁华330里。他怎么去的？当然是骑马。5时半，他要5时半才能到这儿。怎么能是5时半？怎么又多了半天啊？罗老帅，你再好好算算，陈仁清他不可能骗我的呀。速度不可能加快，脚程也不可能缩短。唉，平日里总叫你多做些矫正题，你若是听了，就不会算错了。5时半，那这个来不及了呀。应到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万明县，哎，5时半，打开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、风宝玉，将不干己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民心，专为犯上作乱之见。仁华各县亦各惊心，删则履言，积为解体。今为平乱局，以安民心，将帅风2首恶枭首示众。即刻行刑！以匹夫而臣，
万神之来，以一朝而反百年之案。如今身虽云梦，仍不失为壮夫下士。你放开他！程元清可以赶到。如果他要搬的救兵也在来人华的路上，斩！马秉宪，我这银枪投壶之计，较之当初如何呀？你竟敢持械劫法场！快点行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砍呐！要不要连我一块杀呀？就凭你今日劫法场一事，我连你一劈斩，给我拿下！奉行巡抚，右副都御史李世达到。呀！李巡抚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嘛，坐嘛，坐吧。哎呀，坐。马秉宪，下官在。你的那个弹劾文书啊，本官已经收到了，写得很好啊。这个征税在即啊，这金安呐，闹出了民变，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按，都弹压不了啊。本官呢，10日之后，要进京述职，没有办法啊，只有亲自来了。劳动上官是我等无能。不，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，我是来处理问题的。仁华的那些民众为何不走啊？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看，李巡抚，我们已经揪住了此次民变的罪魁祸首。仁华县民帅家墨、封宝玉，此2人妖言惑众，妄议说服，指使诸县居于不断，以致生变。如今我们正要将他们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这个斩刑是要上报刑部的，你这样不能私自动刑吧？我们也是急于消弭民变，事急从权嘛。不过2人的斩刑文书都是急着的，文书在此，在下暂离府事，提交府印。马秉宪已经复审批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定刑论罪啦，一定要慎重啊！朝廷一再说要导人向上啊。李巡抚啊，您真是有所不知啊！这2人呐，把整个金安府搅的是天翻地覆，不杀他都不足以平民愤。确实如此。乱民一闹，你们就杀人来安抚他们啊！那么以后他们再闹的，你到底要杀多少人呢？陈清，你要吓死我了！这杂剧里边就法场的戏码，是这个人丁私捐税。说到这个税亩啊，跟我还是很有渊源的。我记得我在吏部主事的时候，跟范老联手
在仁华做过一个案子。知道我们二位是做什么的吗？不知。本官是负责摩勘、审计凤兴朱府财货支出、税赋田亩的。这位是吏部负责吏治廉洁的主事。参见李主事。参见范昭模。你们仁华县有一笔人丁私捐税，你可听说过？知道。这笔税目折银3530两，按道理应该是由仁华县来征收，借送到晋安府，再由晋安府借送到省城户部承运库，对吧？对。不过，仁华县是副郭县，库房是县府共用所以从仁华县借送到晋安府的这个手续呢，只是在文书上走了一下，实物呢并不离库，所以就无需盘库清点。如果有人想中饱私囊的话，就在这个节点上一纸文书，就可以把银子挪出去。不知二位想问些什么呢？这个是你画的押吧？利用你工作之便，挪走了库银3530两，大手笔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个押确实是我画的，可是这个真的是用于修缮之初啊！何为修缮银呢？修缮银是为了修缮田池用的。可实际上，是为县中那些大户丈量田亩、缩减面积收取的一些辛苦钱。你还想狡辩？二老，咱不要急啊！你刚才说，你只是收贿赂，并没有挪用税银，你有证据吗？有。我有，请给我几天时间。这个问斩的人姓帅吧？和这个帅敦成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他是帅敦成的儿子啊，家风使然，恶习不改，是吗？你是那个户房长案吧？是。就是在下当年举报的此案，有李巡抚好记性啊！这个案子疑点不多呀。哎呀，当时帅敦成说呀，他说此案另有隐情，我就放他回去了，准备好这个证据。没成想啊，过了几天，他畏罪自杀了，使得此案无疾而终啊！哎呀，李巡抚为一介罪民记到20年之后，他九泉之下。他都知足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本官呐，这一辈子破了不少案子，就这一个案子有始无终啊，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呀。是，那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这个行刑呢，就暂且停一下啊。李巡抚，本官要会官合议。下官以为。眼下如若放任乱民包围县城不散，只怕会生祸患。是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每个县选几个代表来，在一旁旁听便是。李巡抚，这真不行啊！哎呀，对于乱民呐，不可一味的屈从，不可一味的弹压，只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，官府处理问题是有诚意的啊，他们自然就静下来了啊。李巡抚啊，哎呀，这些官，你们两个是做父母官的吧？总不能让我来教你们吧？
你知道李世达为什么来仁华吗？他不是来替我们主持公道的吗？错，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，对错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谁能给他带来的好处更大。我们的胜机呢，不是要给他讲明白一个道理，而是要向他证明我们更有价值。做到了，我们就能赢；做不到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舍弃掉。啊，这么难呀？那还不如一开始一刀就解决我了呢。明天你们两个，尤其是你帅家墨，千万不要执着于人丁私捐税的那些细账。那我们说什么？我这次之所以博到这个机会呢，是因为我向李巡抚献上了那本私捐全书，让他知道了咱们金安引田的问题是有多严重。所以，明天我们一定要死死咬住清账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。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两者都是错误，有什么分别？不一样。以征人丁私捐，无非是从哪个县的百姓手里收税，这个对巡抚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个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首府变法在即，这个是最敏感的私捐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你们这是为了百姓请命，为朝廷排忧，此乃无可辩驳之大义。明天到了大堂之上，千万不要搞错了重点。你们俩琢磨琢磨啊，记得。程县长，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！今日汤审，众百姓代表，还有各地方来的乡贤俱在。按理说呀，皇权不下县。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我和范老又是旧识，所以请诸位来作为旁听，共议此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成人清也是我叫来的，帮着大家梳理梳理案情啊。大家都坐下吧。谢谢大人。走吧。诸位请看啊，我意外的得到了一本私卷全书，乃是20年前死去的帅敦成所著，上面所载所记，着实骇人听闻呐。什么东西？范老，要不您先翻一翻。李巡抚。李巡抚，这书是？爸，这书上记录的是帅敦成20年前的一份土地交易明细，所记的这个田亩买卖啊，真实面积和登记的面积大相径庭，全都存在着缩省引田的勾当。20年，那就是嘉靖38年，这可是两地之前的旧事了，今日何必拿出来重提呀？毛知县，您是父母官吧？这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？隐匿田地跟其他案子不一样，你杀人放火做过就算了，损失到此为止。但是隐匿田地，那可是每年实实在在的从朝廷手里偷银钱，一偷就是20年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危言耸听！再不及时制止的话，年头越多，流失的税银就越多。您说，该不该旧事重提啊？正是这个道理。李巡抚，在下以为还是要先搞清楚这私捐全书的真伪啊，否则这讨论半天也是空中楼阁呀。那是。请问这书您是来自何处啊？
此书乃是德子刚刚去世的任主簿家中。当年任主簿跟帅敦成是知交好友，得其托付珍藏此册，临终一命要将它公诸于世。任主簿已经死了，你们便可以随意的编排，反正他在九泉之下，又不能反驳。鉴定账册不一定非得人在呀，从字迹不也能分辨吗？20年了，这帅敦成的笔迹，这如何分辨得出啊？谁说要鉴定帅敦成的字迹啊？宋统判，怕是您还不知道吧？这丝绢全书上不光有帅敦成的记录，还有任主簿这20年的增补批注。任主簿在金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怕是他的亲笔文牍可以装满半个价格库，我们随便取几本出来比照一下，岂不轻易可知吗？这个帅敦成，我接触过，脑子里有些问题，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不足为信呐。范老啊，此言差矣吧。您若是说帅氏父子他们不通人情世故呢，确实如此。但您若说他们做的账不足信，那就真的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了。谁不知道帅氏父子他们的算学功夫独步天下，怕是整个凤兴都找不出对手来。算得好和诚实可信是两码事儿。说得好，马并先，就如同写文章，有些人写的是花团锦簇，其实满肚子皆是男盗女娼。诚如你所言，就算是帅敦成亲笔所写，也未必是真，许是构陷。构陷，好吧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很容易查验。你要如何验证？范老，借丝绢全书一用。这里边有一条记录，嘉靖38年的7月，同阳的一户费姓人家和赵姓人家有一笔土地交易，都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当时负责账地的便是帅敦成，他实际册的土地是120亩，但是因为收了修缮银，所以他在省尺上做了手脚，最后在榆林图册上的登记仅为110亩，交易金额600两。这又如何？金安府的所有土地交易需缴契税，官府要在地契上加盖大印，谓之红契。方知县，价格库近在咫尺，可否差人去把当年的契税记录和榆林图册拿来，咱们查验一下呀？李巡抚，本官已都备好，是否可以呈上来？哎呀，呈上来吧，呈上来吧。呈上来。姐姐，这是宝玉之前让我替他保管的，今日还给你。既然他留在你这儿，你就继续保管吧。110亩，600两，7月，600两，还是得看一下，来，600两。费姓、赵姓，数目全都对得上啊！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很有可能是那帅敦成先看到了这榆林图册，然后故意夸大数字。毛知县，怕是他们两家的来历你还不太清楚哦。
马兵宪。麦田的费家是令堂的娘家吧？是，又如何？这买田的赵家就变得更有趣儿了。户主叫赵秉信，此人籍籍无名，但是若说起他的叔叔，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他便是闻名奉行的经学名家赵浩古。你这东拉西扯的，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少安勿躁，少安勿躁。刚刚都记住了吧？这笔土地交易是嘉靖38年的7月。那么嘉靖38年的8月，也就是下一个月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是几位科的秋闱乡试。正是大比之年。而奉兴乡试的主考官，正是这个赵浩古。他虽然是江西人，但是侄子却定居在仁华。我与马兵宪呢素有同窗之谊，恰好也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。只可惜啊，我是因过被处落了，马兵宪则金榜题名了。那是因为你当时夹带舞弊而被处落，此等人品，谁还敢信啊？你不必信我，信证据就好。这个契税记录上不是有证明吗？110亩600两，也就是每亩不到5两5。但是当时的地价平均应该是在10两左右。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马兵宪，在乡试之前，你的娘家以半价卖了实际的120亩地给主考官的侄子，然后你就金榜题名了。李巡抚，这是公然污蔑官员清誉，不光侮辱下官，还侮辱下官加词作诗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看来果真发生这件事了。李巡抚，在下可否呈上证据？呈上来吧。李巡抚，岂可因小人之谗言而因一封之官员？这是官方记录，要不你承认官府造假，要不你承认自己科长舞弊。程真卿，马文才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这2份文书得收起来，留为证据。马文才，这事关奉兴士林清誉，我要上报朝廷，你得做个准备。当今张首府最关注的就是伦才大典，由不得半点瑕疵。你是2甲进士，如果真的有舞弊行为的话，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罪，3足不保。早点查清，早点还你个清白。这也太草率了。来人，送马文才休息。是。马文才，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呢，不是为了你我之间的积怨，是为了正气。宋同判，你有话说呀？李巡抚啊，刚才的讨论实在是离题万里，不知所谓。在下以为这《思捐全书》的真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作者是否诚信。
在下是当年帅敦城案的提告人，此案的虚实我尽知之。哎呀，那你讲啊？当年我在护房做掌案，这帅敦城呢是我手下的书手。这个人倒是成年老实，算术功夫啊真是一流。但是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这个孩子呀，这孩子呀从小就有痴病，所以他们夫妻二人一心就想聘请名医为其诊治，可惜身无积蓄啊，所以这帅敦城会铤而走险，勾结大户，收受贿赂，其行可诛，其情可悯呐。哎呀，不错啊。范老啊，我好像记得当初的卷宗上是有这个记录。是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是旧情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呀，可是这帅敦城他胆子越来越大呀，我屡劝他不听，我不得已上报官府，引起您和范老的调查。所谓穷鼠孽离，一个老实人走投无路，必然心生怨恨。凭借他的算术造诣，伪造一本交易记录轻而易举，是以被之以为这本书不可轻信。等一等，你是说这四卷全书是帅敦城伪造的？对。那他何必举火自焚呢？岂不矛盾？李巡抚，当时帅敦城是不是跟您承诺过，取了证据便会自首？但他突然身死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吧？我对此也是一直不解呀。更何况他们如此疼爱幼子，怎么可能舍得双双自尽，忍心留着一个幼子孤独一人吗？心中有鬼的犯人，他所有的行为就会自相矛盾，有时候他会一时激愤上头，就考虑不了这么周全的。人主簿呢，除了留下了四卷全书，还留下了一笔当年的仵作记录。这记录上写明，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妻两个的遗体口中无灰，说明不是死在火场，而是死了之后被留在火场。这是不是被奸人所害？牵强附会，他夫妻二人先是喝酒，酒醉之后被烧死，这并不奇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我在仵作的文书里亲眼看到的。文书哦，仵作的文书。范老，您看，文书，看清楚了？文书，来，都看清楚。李巡抚，请过目。宋通判。程人，请你炸我！炸你又如何？人主簿不可能留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我就是在炸你。我杜撰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你在现场。我怎么可能在现场？事发之后，仵作亲口跟我说的。仵作是神仙吗？烧焦的遗骸还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喝过酒？知道他们喝过酒的，除了帅家梦，还有当日在场之人。说吧，你去帅敦城家做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是当时护房的长案。帅敦城为那些人篡改土地数字，不可能略过你。还有这四卷全书上的每一笔交易都与你有牵连。从常理推断，你杀人的嫌疑最大，你便是杀了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妇两个的凶手。血口喷人，你这毫无证据的污蔑！污蔑！你看着帅家墨，7岁的帅家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死在火海。20年来，他一直在重复这个噩梦。20年，你现在看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
你与此事无关。说。秉承啊，我准备再送你一桩富贵。你精通数理，既然能毫无破绽的丈量，你便自己在这价格库的榆林册上滴水不漏的开吧。长安，哎，我重要东西啊还在2楼。来，随我来。哎，长安，长安。佳木，还记得爹教你的推步据顶之术吗？给爹背一遍。错的。错的？哪儿错了？你今天在价格库写的数字是错的。我不干了。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哎呀！最近查阅账本。发现这人丁4捐税有很大的问题，咱们县每年要比别的县多交人丁4捐税3530两，那又如何？宋长安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多交了几两银子的税钱而家破人亡？这大灾之年，那马家范家的土豪乡绅，不想着救济乡民，反而贱价购地，这是把人在往死里逼呀！莫名其妙。这人丁4捐与我们有何干呢？怎么没干？富裕田产，这你知道。那些乡绅把税款看得轻如鸿毛，就是因为你，让我给他们干的那些所省场地、隐瞒田产的勾当。行了，别给我扯些有的没的。摔本吃灯要如何？你要如何？这条船你上上，钱你收了，现在想脱身，你完了！你难道不想给你这个傻儿子看病了啊？你难道想养他一辈子不成吗？养他一辈子，又有何难？家莫不傻，只是不通人情罢了。我好过他爹，受了这不义之子，终日惶惶不安。银子你拿走，还是在这张票上留个画押。走的是府里的修缮银，没有问题。害了那么多人，是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。这本书里的事例，是我收集了这1年多为富户丈量土地的证据，盈缩多少，失策多少。原本以为这是为了佐证我推步据顶之术，这是我刚刚写完的公诉，当做这本书的序吧。这个错误80年都没人改正。不仅苦了一县的老百姓，更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遮羞布。今天，我就要用这本书，让世人看看，大明这袭锦袍之下，都是什么样魑魅魍魉。我想起来了。
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今天咱们俩也喝个痛快吧。老帅，方知县，郎中都备好了。范老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上一回庭审，帅家墨就晕倒过。哎呀，本官真是内心着实的担忧啊，所以我就提前备上了。怎么样啊？回禀巡抚大人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还是玉气陡壁，到阴凉处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把他扶起来吧，找个阴凉的地方让他歇一会儿啊！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刚才议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宋人，我查过文卷，你是个举人出身，却未能更进一步，只落得做了个长案，仕途无望，你心中必然愤愤不平，对不对？你这种人，没了前途便只能惦记前途。你发现引田逆田实在是桩好生意，便教唆帅敦成从中做手脚，你坐收巨利，对不对？帅敦成品性高洁，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便栽赃他侵吞了人丁私捐，然后再杀他灭口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帅敦成品性高洁个屁！是他先要挟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宋同伴。绝无此事。范老可以为在下担保。
林巡抚，这小小的壮士扰乱公堂，须以杖刑，否则有辱堂威啊！小人甘愿受罚。哎，你违规了啊！你可冤不着我啊！来人呐，给我插出去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我自己去。宋同派，宋同派，这都是陈年旧案了啊！我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就定你的罪呀。不过，为了避嫌，你也可以下去了。记住了，一定要死死咬住范云。我不行啊，我没你的能力。不行也得行，不考你，考算呆子吗？记住昨天晚上我说的话，你便不会输。今日何意？本府有言在先，不得妄行讼师手段。然成人妻以刑诈得利，不知妻心之害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慢点。百姓而来，完全是因为清账而激起了民愤。若再来一次，恐怕我等就按不住了。本县谨遵巡抚衙门的决定，绝无二话。二位啊，这个青田呢，这个容易引起民怨啊，我们就别火上浇油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怎样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清账，这什么这？冯宝玉，本官警告你，在这大堂之上，所有的事情你要想清楚再说。你敢说错一句话，恐怕你就得大胆说出来了。说，你若想清楚了，就快说。明天我们一定要死死咬住清账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。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就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守虎变法在即，这个说呀，是最敏感的死穴。苏神引田清账土地，启禀李巡抚，这次清账激起民变，并不是清账本身的缘故，而是底下执行变了味道。放肆！你一个书生敢在这里妄议政务？毛知县，你错了，我不是胡说的，我是在沱阳县亲眼看到、亲身经历的。啊，你还有这样的经历？说。接下来啊，冯宝玉得看着自己了。其实这案子呀，就没想过你们要赢。你们三个只要是平平安安的，就老天保佑了。哎，你呀，总是小看你弟弟，给他照顾得太好了，结果呢，他在你面前就只能连起爪牙，扮作一个无能的纨绔。你说谁是无能的？你，我觉得宝玉，分公子，他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，但其实还挺厉害的。听见没有？好，那既然小芝姑娘这不也说了吗？冯宝玉挺厉害的，那你作为至亲之人呢，你就放手让他去成长就好了。这冯宝玉吧，也有一股执着的持气，
不知道他是不是学自帅家魔，我反正是自愧不如。陈氏妇女的遭遇在同样各处反复发生着，乡绅忙于兼并土地，小吏忙于欺压良民，官员忙于明哲保身，彼此勾连，沆瀣一气。再英明的举措，让他们执行下去也会荒腔走板，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啊！你这是要指责全金安府的官员吗？邓知县和任主簿是投鼠忌器，而你毛知县，那就是同流合污。这次民变，本就是你等纵容小吏，好好的竟被歪嘴的和尚唱歪，这锅还要扣在我跟老帅头上。帅氏父子不过是想要挑拨真相，却被你们联手打压，甚至豢养杀手，戕害性命，荒唐，太荒唐了！这大家都知道，贫富无定势，田宅无定主。这两厢情愿的买卖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罪过了？你哪里看得出来是两厢情愿呀，毛潘凤？李巡抚，仁华可用于缴税的土地已不足20年前的70%。毛知县，你来说一说这些土地都去了哪里？先是被乡绅们巧取豪夺，从农民手里抢到自己手里，然后勾结官吏篡改鱼鳞图册，把土地隐藏起来，避开朝廷征税。那私冤悬殊，那岂不就是明证吗？倘若天下府县都和金安府一样，税田逐年缩水，岂不是百姓负担愈重，朝廷却未能夺得分毫？田土每年所产，下不能流于黎民之手，上不能输缴于朝廷库房，全都费大了你们这些横亘其中的囊虫、毒种、毒瘤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呀！冯宝玉，你这好一片策论呐！如果这是乡试的话，我点你头名。说。李巡抚，这小子就是胡说八道，攻讦朝政啊！哎呀，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得有证据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陈氏妇女，她们现在何处啊？来了。看来还是骗人的把戏呀！既然没有人证，李巡抚，我看可以尽快结案。我也是同阳县的，这位封先生所说句句属实。那些仗田的蓄吏们，就是这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的。我愿作证，我也愿意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愿意作证，我愿意。就在这文书上签个字，按个手印吧。好。李巡抚啊，这封宝玉的胡言乱语，大多都是极端的个例，要么就是空口无凭啊！如果这些一旦传出去，恐怕这晋安8县的知县都要惶恐啊！方知县，你惶恐啊？回李巡抚，百姓们都叫我方石相，石相怎么会恐慌呢？懒细毛知县，你确实应该惶恐一下。李巡抚，我要在此提出指控：知县刘巡案想要彻查人丁私捐税，毛潘凤公然违令，蓄意烧毁价格库，销毁朝廷账册，还想杀我跟老帅灭口，胡说八道！上次已经审得分明了，是那老张监守自盗，已经畏罪自杀了啊！又是畏罪自杀！毛潘凤，监安府的犯人怎么都这么识趣？
你一需要，他立马就自杀是吧？李巡抚，这种小人之言是不能听的。他们在金安府那都是出了名的奸佞之徒，信不得的。啊，他是谁呀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哼，这还要拜方知县妙手回春。方知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呀，这个老厉呀，他在我的监狱里悬梁自尽了。哎，结果他只是背过气去了。当晚仵作回报说他突然都喘过气儿了。你说真是侥幸啊，命大。为何不说呀？啊？为何不说呀？说？向谁说呀？啊？老知县。这事儿可是你做的不地道啊！啊，你派人到我仁华的监狱里去，想让这老厉死在监狱里，你这不是让我背锅吗？这么麻烦的事儿，你把他甩到我头上来，你还让我说？我说什么？我向谁说？老书吏，进前一步说话。来，您跟李巡抚面前好好说说。喂，李巡抚，当初毛知县和陆捕头找到我，让我配合他们，把嘉阁库连同里边人一把火烧掉，伪装成误入火烛的现场。芸娘为什么会选择你这么个破落壮士？如果我不死，就把我的女儿和外孙。把他扶起来说话。老人家，我侥幸没死，就托人给兰溪报信，可没想到我的女儿外孙生生饿死在家里，就是你们！哎呦，还成都的那样保我家人一尸平安！你个老匹夫，血口喷人，我掐死你！毛知县，打死你！掐死你！范明把那本书给烧了，血口喷人！方知县，你可否看见？哎，是何人而为啊？这适才乱作一团，下官心脉骤停，未曾觉察呀。那你就待在上面吧。啊，来，接着议。李巡抚，李巡抚啊，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们继续。接着议，接着议。启禀李巡抚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。20年前，宋人收取乡绅贿赂，灭口帅登城掩盖真相。马文才家里转售土地，科举舞弊。20年后，黄知府跟刘宣安想要彻查此事，却被那个毛攀凤湮灭证据在先，挑唆民众在后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金安府积弊已深，改正势在必行。这一切，
皆源自于帅家莫提告人定思捐之故。他无过有功，还望巡抚明察。清理低弊，的确是朝廷这2年的想法。可是你能有什么想法呢？清整仁华土地，重定人丁思捐税。哼，好一篇策论！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冯宝玉，老夫建的学堂你不曾上过吗？高堂之上，竟敢如此无礼！那不过是你们赚取民望的手段罢了，和你们贪得的利益相比，那不过是9牛1毛。你们就是指你们范家，思捐权术的一半都跟你们范家有关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巡抚大人，大明律哪一条写明，拥有田地多的人有罪？我操！老夫名下的田产是多了一些，那都是诚实经营所得，勤勉致富，难道有罪吗？你们家那么多的土地，怎么可能每一笔都是公平买卖？哼！凤兴松江，徐杰、徐阁老家有多少土地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24万亩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到徐老府上跟他说，你刚才不是说有钱的士绅都是毒瘤吗？难道徐老是最大的毒瘤吗？范老，今天所议乃金安的政务，不涉其他呀。不，这是一回事。嘉兴袁家用田20万亩，钱塘许家18万亩，余姚余家17万亩，整个江南豪门近身比比皆是。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，竟如此离经叛道，难道你想跟江南所有的士林对敌吗？你个老狐狸，你不要偷换概念。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买卖土地之事，而是你隐匿田地那4。本官以为，今日堂议到此为止吧。大家请回吧。就算没了思捐权术，我同样可以证明。等等。帅家墨，难道你能背过不成？我从未看过，又如何背得住？只要范老挑出他名下任何一处田产，交予我重新丈量，看看与《鱼鳞图册》记载是否相符，就可以一清二楚。重新丈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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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给你，就能丈量。
此时民意最重要，不如答应他。反正田是咱们的，而且核准丈量次序，也都是咱自己人。咱们就给他那块最妖的田，晾到帅家墓，也找不出个究竟来。老夫在仁华确有一块土地，土名武功堂下，行序69号。老夫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倘若帅家墨凭空诬陷，望大人严惩。这您放心，我一定是秉公办事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其实我很高兴。从一开始仁华县那次议论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算学问题要搞得如此复杂？明明就是1加1等于2的事情，却牵扯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和事，所以才到了如今这个局面。现在好了，算学的问题终归还是要回到算学本身，只要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好，本官欣赏你的勇气，即刻动身吧。不必了。这块武功堂下行序69号田，可是咱县最妖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，才得出结果。田10亩6分，分毫不差。荒谬！随口说一说，明显就是为了诬陷范老。榆林图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9亩2分。望李巡抚派府中护防蓄力，核准丈量，莫被宵小之辈妄言蒙蔽。对，没错。好。到底是9亩2分呢，还是10亩6分呢？确实要重新丈量核算。巧了！本官手底下真有几位算学的名家，账前经验颇为丰富。来人，即刻动身吧！撤！闪开！闪开！
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回来了。结果，回禀巡抚，土明武功堂下行至69号，土地丈量结果是10亩6分。嘿，李巡抚，老夫有一言是关于丈量事宜，能否借一步讲话？范老，本官是看在你我有旧日的份上，来听你一言。你还有什么辩解啊？我没有什么辩解。我相信您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我知道您最关心的是上京之时能否完成丈量事宜。难道您没有看到民报之后那2位官吏的下场吗？您上京的时候怎么跟张首府交代，怎么跟圣上交代？朝廷要的是典型，您要的是结果。我会给您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说几日能确保清账完仁华所有的土地？10日。10日。这个清账田地呀，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儿。